嗨，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拿到 MMR 结构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个问题呢，我还小的时候自己有遇过，我当时也不知道拿到 MMR 结构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而且最近实验室有一个学弟也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学姐，为什么我的结构运算完之后，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学弟是我们实验室除了我以外少数有 MMR 经验的人。目前台湾比较主流的结构生物学的方法学是 X-ray 老色。那其实核磁共振学 MMR 呢，我觉得是一个优点不容忽视的一个方法学。那它通常是可以用来去结构具有强力动态性的生物分子 protein 或者是核酸啊，或者是糖类分子等等。通常这类的 biomolecules 呢，因为非常的dynamic， 所以很难去形成晶体，然后去收集 X-ray 老色的 data。那这种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使用 MMR。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 MMR 结构 6QAM 来做举例。那这个结构呢，是去年发表在 PNAS 的一个 OU transporter。那这个 paper 我觉得也蛮值得分享的。那它是由法国和德国合作的团队来去发表的，分别是来自法国的里昂大学，然后德国的 Munich University 慕尼黑大学，然后还有 Max Planck Institute， 就是普朗克常数的那个 Planck。那他们这个研究团队呢发表的beta barrier flow oil transport through lipid membranes dynamic MMR structures of LKL。LKL 这个 protein 呢是用来运输alkane 的 transporter 穿膜蛋白质。我觉得这个 paper 呢的作图非常美，很像美式漫画。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我会晒这篇 paper， 然后相关的期刊数以及页码，那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篇。我们先打开 PyMon fetch 6QAM。fetch 6QAM 之后呢，你可能会看到说，为什么长得跟 PDV 网页上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就是因为你少做了这一个步骤。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必须要做的是 split state 这个 6QAM， 也就是将 6QAM 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呢？意思是其实利用核磁共振呢，收集完光谱资讯之后呢，MMR 的结构是用电脑运算的方式获取的。那会经由一系列的运算过程，然后选取数万个蛋白质当中前20名 free energy 最低、最为稳定的蛋白质作为综合起来之后，作为这个运算的结果。那所以你拿到 MMR structure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 splits， 才能将这个20个结构呢去分离开来。那其实如果是我做这个图的话，我搞不好会用这个方向性。大家可能一看到说这个结构中间的beta barrier 的部分，其实就是 transmembrane 的穿膜的region 的区域，其实长得蛮像树干的。那下面的像树根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在细胞内的部分。那上面呢，像树叶、树冠的部分呢，其实就是细胞膜外部的部分。那前面有提到说，这个 protein 呢是 alkane 的 transporter， 树冠可以因为微风吹拂而摆动。那这个 6QAM outer membrane region 呢，也可以摆动。那经由这样子的摆动呢，就可以捕捉经过的 alkane 烷类的分子，
然后将这一类烷类的脂质类的分子呢运输到经由树冠中间，然后树干，然后运输到细胞膜内部。那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边，大家记得拿到 MMR 结构之后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split。